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从食指长短看你一生成败。在手相学中，食指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、个人能力和责任担当。根据食指长短的不同，可以看出一个人对待事业的态度以及处理事情时的手段，是可以判断出个人一生的成就大小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食指的指甲和食指上的痣来看出一个人具体命运。具体如何看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从食指长短看命运。一、较长型食指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较长，几乎与中指快要保持平齐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个人能力比较强，而且很有自信和野心，有勇有谋，敢于追求，有着很强的进取之心和上进心，不甘于人下，善于团结周围的人，也能够赢得周围人的信任和幸福，具有很强的领导才能，是非常适合做管理者的，事业上也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。二、过长型食指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过长，甚至比食指还要长的话，这种手型是非常罕见的，在现实中可以说是万中无一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过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事业心非常的重，特别的善于表现自己，而且心高气傲，对自己要求严苛，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，不会轻易的服人，是个典型的工作狂类型，个人能力比较强，不过性格非常的自负和傲慢，一般不太受人喜欢，在事业上一般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，但是不懂人情世故，人际关系不太和谐。三、较短型食指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顶端只是略微超过中指的第一节指纹一点点的话，这种食指便算是比较短的类型。长有这种食指类型的人，一般个性非常的保守，也比较的胆小和怯懦，做事非常的小心和谨慎，总是小心翼翼，瞻前顾后，容易错失很多机会，在事业方面发展有限，做事缺乏主见和魄力，冲劲儿不足，只适合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，很难在一个团队中混到核心层。四、过短型手指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顶端低与中指的第一指节纹的话，这种食指类型属于过短的类型。长有这种食指类型的人大多缺乏自信，内心总是喜欢怀疑自己，做事总是畏头畏尾，放不开手脚，遇到困难时也容易逃避和退缩，出了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推卸责任，缺乏承担，没有什么责任心，而且心眼儿特别的小，喜欢与人计较，所以在工作中容易与周围人发生矛盾，身边是非不断，是很难有什么成就的。二、从食指指甲看命运。一、接近椭圆形的形状。食指的形状接近椭圆的样子，拥有这样指甲的人，你的一生就是很劳碌，你的做事方法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，别人对你的评价你也不是很在乎，更和别人没有什么争斗，你对待事情都是那么的认真，很负责，你的一天都是在忙着，如果一闲下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不舒服。拥有这样指甲的人已经和忙碌分不开了，所以如果你是用这样指甲的人，你就要学会适当的休息一下，学会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在闲下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的生活是另外一种感觉。二、类似三角形的形状。食指的指甲类型是很像三角形形状的话，你应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做着很普通的事情，你们的性格就是很内向，不是很善于和别人交际，更加不会刻意去讨好领导，在工作上也不会出现很大过错的人，你们的生活感觉就是平淡，就是真正的幸福。如果你不想再过着这样的生活的话，你就要学会怎样改变自己，就一台做出很大的努力，这样的话才能换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三、类似正方形的形状。食指的指甲是很像正方形的形状，这样的形状是比较好的。如果你是这样的形状的话，你的生活就是很幸福的，你的身边的好朋友会有很多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出手帮你，你在你生活中的态度也是很好的，你这一生都是很开心的哦，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你的指甲是这样的话，你需要做的就是保持你开心的状态，一辈子就是很幸福的。三、食指上有痣代表什么寓意？一、食指有痣。
食指有痣代表贵人是兄弟姊妹。男性左手食指上有痣的话，年轻时对自己期望较高，野心勃勃，但经常遇到挫折。虽然能够得到家人的信赖与支持，却不得不忍受周围人的侧目。女性左手食指上有痣的话，年轻时好胜心强，敢于冒险犯难，到了中年仍雄心万丈。这样的女性事业上多有所成，在社会上备受尊重，但在家庭生活中却因倾注精力过少而不幸福。食指上有痣的人，贵人一般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。有这颗痣的人会比较有野心，但是自己经济不足，身边的兄弟姐妹会比较支持你的做法，所以会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帮助你创业。一般有这颗痣的人财运还是不错的，经过一家人的齐心协力，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的。2. 左手食指上有痣。男性左手食指上有痣的话，年轻时对自己的期望较高，野心勃勃，但经常遭遇挫折。虽然能够得到家人的信赖与支持，却不得不忍受周围人的侧目。女性左手上有痣的话，年轻时好胜心强，敢于冒险犯难，到了中年仍雄心万丈。这样的女性事业上多有所成，在社会上备受尊重，但在家庭生活中却因倾注精力过少而不幸福。3. 右手食指上有痣。右手食指上有痣的人是相当幸运的，得到的好机会是会有很多的，不管在工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，都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，特别就是职场中会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，更是能够很好的把握住机会。即便是困难有很多，他们也能够解决好问题，因为有了贵人帮助，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做事情的，也会有更有底气，他们的事业容易成功的。他们得到了他人的帮助之后，他们是懂得感恩的，当别人日后有麻烦，他们也会主动给到对方帮助的。4. 食指第一节上面有痣。食指第一节代表一人的守法程度，这个位置有痣的人一般有比较多的法律知识，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运用法律的知识帮助自己脱困。一般这个位置有痣的人比较适合从事律师之类的职业，这个位置有痣的人一般不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5. 食指第二节上面有痣。食指第二节代表的是一国人的好奇心，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比别人好，但我们要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会比别人做得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，因此每个人发展的领域也不相同。这个位置有痣的人喜欢争强好胜，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经常会因为逞强而遭受很多困难。建议这个位置有痣的人要明白自己的长处，我们并不需要什么都比别人强，一生不过数十载，开开心心最好。6. 食指第三节上面有痣。食指第三节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现实感，这个位置有痣的人一般会比较现实，相对一些比较喜欢生活在自己幻想世界里的人来说，这个位置有痣的人会显得更为理性。这个位置有痣的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往最坏的一面去想，并且做好对策。一般来说，食指上长痣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，但食指上有痣的人意味着自身还有很多不足，需要多和身边的家人朋友学习。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。对于食指有痣的人来说，你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，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工作，并且可以在身边的朋友身上学习到一些有用的。相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素有万象之首的说法，而手指在手相中亦是重中之重。街边的算命先生看手相时，也都是先看手型再看手指，因为手指最为直观，所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又非常之丰富及准确，所以从食指的长短、外观形状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及未来人生走势的。今天小酱汁老师就带酱友们通过手指看命运，快来看看你的命运如何吧。1. 手指粗细。手指细长的人一般来说头脑聪慧，做事灵活，善于变通，思维也比较的敏捷，属于心灵手巧一类的人。对于事业和金钱的驾驭能力非常的强，也特别的会挣钱。不过这种人大多感情太过的细腻，守财能力不足。手指较为短小或短粗的人一般做事比较踏实，对钱财的管控能力非常好，但是做事比较死板，格局较为的狭隘，挣钱能力不足。
不过善于积累，晚年生活较为富足。2. 大拇指。大拇指在相学中代表一个人的父母运和祖上运势。大拇指长得较为厚实，代表着可以借助父母之力。大拇指长得较长的人，一般少年运和学业运都比较好，而且身体素质也比较的强壮，不容易生病，容易得到父母和长辈的青睐和提携，自信心也比较足，做事非常的主动，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。大拇指长得厚实且比较长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属于特别务实的一类人，有事踏实，内心正直，说话也非常的实在，注重诚信，说一就是一，不会出尔反尔。做人做事方面都非常的真诚，不喜欢玩弄心计，消费方面也非常的理性，不喜欢盲目攀比，有钱花在刀刃上，而不是花到让自己放纵享受上。对于生活的要求也特别的简单，做事稳扎稳打，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平稳。大拇指较短的人一般祖运较差，凡事都得靠自己的努力，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低调，不喜欢炫耀，属于那种特别务实和实在的类型，也不喜欢花钱，有钱喜欢花在刀刃上，对生活的要求比较简单，也不喜欢玩弄心机，往往能够白手起家，闯出一番事业。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长得又平又短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属于那种特别神经质的类型，类型非常的不安分，不喜欢那种一板一眼的日子，喜欢追求新鲜感，但是在做事时缺乏果断和勇气，总是优柔寡断，花钱时比较放得开，但是理财时却非常的保守和谨慎，担不起大财。3. 食指。食指在手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欲和支配欲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较长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好强，喜欢争斗，有着很大的野心和欲望，而且性格方面较为的强势，处事果断而强硬，特别的喜欢表现自己，爱出风头，有着很强的社交能力，能够处理好身边的各种人际关系，有着很强的管理能力和领导力，掌控欲非常强，喜欢别人的服从，而不喜欢被他人管束。在事业和金钱方面容易获得成功，属于财大气粗的类型，但是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存不住钱。若是一个人的食指比较短的话，正好与之相反，这种人一般心眼非常的小，嫉妒心很强，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而且能力一般，但心高气傲，不喜欢服输，性格软弱，进取心不强，事业和财运方面比较差，挣钱比较困难，待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气抠门，难有什么大作为，感情方面较为的弱势，事业发展比较的辛苦。4. 中指。正常来说，中指是五指中最长的，也位于五指的正中心位置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命运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指明显比其他手指要长很多的人，一般少年时较为坎坷。这种人一般性情稳重，很有主见和魄力，做事很有耐心，也很有理性，懂得变通，而且意志力坚韧，对金钱有着很强的管控能力。到中年时，随着人脉和能力的提升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财运亨通。若是中指长得较短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耐心不足，性格比较急躁，做事容易冲动，对自己的约束能力比较差，容易半途而废，也容易感情用事，经常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。而在投资理财方面缺乏主见和判断，喜欢盲目跟风，容易造成钱财方面的损失。在感情方面也不够专一，容易惹来很多的麻烦。不过财运比较稳定，贫穷之人会一直贫穷，富裕之人会一直富裕。5. 无名指。无名指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才华、人际关系和财富运。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比较长，一般在事业方面眼光非常的独到，工作能力和独立能力都比较强，做事很有规划和主见，不会轻易受到他人的干扰。在感情方面也比较的浪漫，事业和感情双丰收。如果无名指与中指快要平齐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创造力和想象力，艺术天赋比较高，非常的有才华，而且性格开朗大方，人缘较好，能够获得非常不错的财富运。不过这种人天生赌性比较重，将金钱看得比较轻，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，个性也非常的好强，不服输，成功时风光无限，但也可能是一夜变穷。
无名指长得较短，这种人一般性比较强，智慧不高，做事比较的死板，不懂得变通，而且物质欲非常重，贪心不知道满足，但是挣钱却非常的困难，而且遇到困难就喜欢退缩和逃避。但是这种人感情和财运都比较的稳定，不会出现大起大落。6. 小指，小拇指如果长得较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观察能力比较强，口才也比较好，性格方面较为开朗，非常的健谈，但是话太多也不好，正所谓言多必失，容易因为自己的口无遮拦而得罪人。个性方面也非常的强势，有着很强的进取心，也善于玩弄心计。事业和财运发展较好，但是人缘不佳，在感情方面较为的强势，占有欲非常强，容易让另一半无法忍受。年轻时感情不太顺利，容易发生矛盾，晚年时家庭较为和谐，身体健康，生活富足。小拇指较短的人一般性情较为耿直，说话做事不喜欢拐弯抹角，而且非常的注重诚信，事业财运发展平稳。不过这种人在感情方面较为内敛，不爱表达，交际能力也非常的差，特别的不合群，朋友非常少，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帮，感情不顺利。不过特别的体贴，会照顾人，一旦结婚，生活会非常的幸福。7. 手掌宽窄，手掌窄而细长的人一般做事缺乏理性和思考，喜欢感情用事，比较的冲动，而且花钱不知道节制，不懂得精打细算，平时做起事情来非常的努力和专注，但是花起钱来又是大手大脚，不善于积蓄钱财，虽然挣钱容易，但花钱也比较快。手掌长得横长而宽的人一般财运非常的好，积攒钱财的能力也比较好，命中注定有大财，也能找到一个好配偶，晚年安逸而富足。8. 食指弯曲，骨节暴露，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，是累辛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。行内有语，食指偏斜劳碌命，骨节暴露愁心人，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，不是富贵之相。不过也有短时间内发迹的朋友，要看好自己的富贵，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得瑟，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状态。其实手指的长短只是说明了它和一些事情的相关性，并不能完全决定你的命运。拇指长老板命，食指长领导命，手指长短看你适合的职业。在相学里，手指长短与掌纹一样，有着不同的含义，预示着你的性格、事业与未来。人有五指，五指不同，你知道每根手指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吗？1. 大拇指长，大拇指在手相学中代表着父母和长辈。正常的手型，其标准长度应该是指尖达到食指第一个的中间部位。如果指尖超过食指第一个的1/2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魄力和主见，理财观念比较强，做事非常的主动，挣钱的欲望也非常强，对自己也很有自信。婚姻方面比较的和谐，生活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适合自己创业，即使出身平凡，也能白手起家。大拇指最长，属于最务实的一群人，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勤俭节约的思想。这类人会有计划的消费，很理性，绝不浪费一分一毫，对自己过于苛责，只知道节约，不懂得享受。生活上就算再富有，也不轻易乱花来改善自己的现状。2. 食指长，如果食指指尖超过中指第一指节一半以上的话，那么就被视为长。食指代表着一个人的支配欲和管理能力，这种人大多比较热衷于金钱和权力，野心比较大，而且很有目标感，上进心非常强，而且敢作敢为。为了达到目标，做事认真而专注，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。若是再加上掌纹清晰的话，是比较适合从政的，有做领导的潜力。若是食指较长但掌纹杂乱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掌控欲比较强，做事不够灵活，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不佳。此人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，有威慑力，能让下属信服，无论在任何岗位上都能成就一番事业。他们对事业很专注，爱一行钻一行，财运自然比别人高，事业有成，是行业的佼佼者，
食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，代表青年时期运势减滞，健康不佳，劳碌辛苦，多做少成。食指尖端超过中指第一节2/3的人，野心大，青年时期大起大落。3. 中指长，中指在手相学中代表着自己。如果中指的指甲全部高于食指和无名指的指尖的话，则被视为长。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沉稳，思维比较清晰，心态稳定，做事很有条理，也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做事非常的务实，比较注重于细节的把握。不过性格方面稍显沉闷，社交能力不是很强，很适合从事一些行政单位或是学术研究之类的工作。若是中指长得较短，几乎与食指或无名指平齐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定力较差，不喜欢受约束，适合从事一些自由职业。同时，中指长的人为人谨慎稳重，是理性的创业者。他们善于思考，不喜欢花言巧语，看问题比较客观，不感情用事，决定了的事情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做事低调，不会到处张扬。这样的人最得领导喜欢，不用催促就能拿出令人满意的方针。这样性格的人一定会为自己挣得属于自己的生活，并具有一定的成就。中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，代表中年时期运势减滞，健康不佳，有依赖性，容易见异思迁，不能坚持到底。4. 无名指长，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较长，达到中指第一节的3/4长度的话，可视为长。这种人一般很具审美和艺术方面的天分，比较注重精神层次的提高，特别的爱惜自己的名声，在乎外界对于自己的评价，非常的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欣赏，学习能力也比较强，比较适合从事一些文艺方面的工作。若是无名指长得较短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喜欢投机和冒险，赌徒心理比较重，可能会成大事，也可能会一生落魄，容易大起大落。无名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，代表壮年时期运势减滞，健康不佳，婚姻欠和谐美满。无名指尖端与中指一样长的人，主观意识强，性喜投机冒险，但缺乏耐性。也有一种说法是，无名指长的人有敢于冒险的精神，适合最激进的创作者，适合在学业学术和科研上用功。有时候思想比较偏激，不爱听取别人的意见，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一冲动，要么成功，要么失败，就一蹶不振。性格上相互矛盾，需要有经验的人士指引，才易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。一旦偏离，很容易一条道走到黑。5. 小指长，如果小拇指的指尖长过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的话，就视为长。小拇指长得较长的人，一般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都比较强，善于交际，而且性格开朗，人缘非常的好，说话做事方面很有分寸，很有说服力，特别的适合从事一些沟通性和表达性都比较强的工作，如律师、业务员或政客等。若是小拇指长得果断的话，则性格软弱，做事喜欢拖拖拉拉，容易拖后腿，难堪大任。小指长的人也为人圆滑世故，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和交际能力，语言表达能力强。这样的人做销售是一把好手，善于谈判，做销售业务很容易成功，事业与财运会随着社会阅历上升。但是这样的人给人一种不诚实的感觉，无法给人信任感，生活中不敢深交，所以他们的朋友并不多，大部分都用在事业上。6. 手指整体长短，如果从整体来看，如果整个手型和手指长得较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的保守，但是心思细腻，做事认真，比较注重细节，考虑问题非常的细致，但是也会因为顾虑太多，错失很多的机会，是一个很好的追随者和执行者，不适宜做领导。若是手指长得较短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魄力和主见，大局观比较强，虽然比较粗心，但很有远见，适合做领导。手指除了能预测你适合的职业外，人的手上有很多的情感宫，
所以可以通过来看自己的桃花影响。手相和志向的联系十分紧密。一、中指有桃花痣，食指和拇指抗压猜测人的早运，而中指有痣则是现在运，因此中指代表的是自己，也就是自己。若中指有痣的人，品德魅力强，本领过人，说明在奇迹中碰到桃花，或是倾慕自己的同性机会比较多。二、无名有桃花痣，无名指相学中代表的是配偶同性，如果志在无名指的人，办事有耐心，能享乐受累，然则早运欠安，成年后贵人运不错，贵人多是从自己配偶朋友中出现，比喻有的人结婚后靠女家发家致富等。别的这颗痣也有浪漫桃花情缘，这痣修就参半，碰到同性桃花的机会较多。如果独身者可以或许掌握机会，好好抉择自己的正桃花；如果有朋友者，则要适当保持距离，免得烂桃花使福报减弱，奇迹受损，财气不济。三、小指有桃花痣，小指代表的是子孙或长辈，因此小指如有痣的人，早运佳。如果家中细心培养，成年后从政走宦途或从商，都会有更好的展开，并且子孙运好，往后的诸子多是自己的子孙，也是有享子孙贤孝的好命。为了晚运的吉祥，平日更要多种善因，积累福德。四、大拇指有桃花痣，人的大拇指在相学命理中代表的是长辈父母，如果大拇指有痣，代表早运不错，家中父母长辈多有成就，能给自己奇迹带来帮忙，并且这种痣的人自己也是事情敬业有义务感，得下属看重，家中得长辈疼爱，更续秉持善念，自会富贵双全。五、食指有桃花痣，人的食指代表的是家中兄弟和姊妹缘分，如果食指有痣的人，办事有魄力，奇迹心强，乐于帮忙别人，并且也能得家中兄弟姐妹或友人的帮忙。人常说，手是人的第二张脸，虽然每个人都是10根手指，但每一个人的手指形状大小不同，代表的人生运势也大不相同。大家伸出你的双手，对照下面来看一下吧。最后祝你财源广开，财路攀升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